中三第一课，尊重源自6分钱。本文继续。我在一家德国超市买东西时，因为电脑系统的问题，超市多收了6分钱。工作人员大费周章，终于找到我，退还了多收的钱。我对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感钦佩。一，在德国，你常常能从一些细节中感受到社会对人的尊重与关怀。比如，超市有让顾客歇息的椅子，商场有专供坐轮椅的人使用的试衣间，巴士可以降低车身方便老人及残障残疾人士上下车。这种尊重与关怀不只体现在设施上，也表现在一些生活小事中。不久前，我出差到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，在我所住的宾馆招待来宾住宿的地方附近，有一家连锁一环扣一环，像锁链一样连续不断的超市。一天晚上，我陪同事到这家超市去买日常用品，我顺便买了2包薯片，油炸薯片，总共付了 4.2 欧元。2天之后，我们要前往当地的一所大学访问。出发前整理衣物时，我发现自己的领带不知什么时候被刮坏了，只好赶紧到曾经光顾过的同一家超市选购了一条领带。和之前不同的是，每个收款员在收款时都拿一张照片对着顾客的脸比照一下。我暗想，用这种办法协助警方寻找通缉、公安机关通令有关地区协同缉拿在逃的犯罪嫌疑人，或在押犯人犯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、海底捞针。轮到我付钱时，身材娇小娇嫩小巧的收款员也将我打量一番。突然，他的脸上现出兴奋的表情，朝其他人喊道：“嘿，就是他！”话音刚落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转眼之间都集中到我身上。我感到莫名其妙，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奥妙道理，表示事情很奇怪，使人难以理解。连忙摊摆开，铺平开双手，表示自己没有做违反法律或法令的事情。半分钟后，我被请到了休息室。4，我们得将您多支付的6分钱退还给您，请您查收。接待我的一名超市工作人员真诚地向我道歉。原来2天前，超市在晚上8点接到总店通知，从当晚8点15分起，我买的那种薯片每包降价3分钱。我付钱的时间是8点15分17秒，可是当时超市的电脑出了问题，没能及时连接上总店的电脑系统。我看着退回来的几硬币跟个相近，多用于形体小的东西金属的货币，我有些不解，问道：“你们怎么会有我的照片呢？打印照片的钱远远超过6分钱，这样做不是得不偿失吗？”对方回答：“他们从监控监测和控制机器、仪表的工作状态或某些事物的变化等录像中截取了我的照片，发到每一个收款员手中。至于打印照片的费用，那是必须花费的。”我又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假如我今天没来购物，以后也不再来了呢？如果1年之内联系不到您，我们会把钱捐给慈善机构。”对方极其认真地说。6，听了他的解释，我的钦佩、敬重、佩服之情油然而生，形容思想感情自然而然的产生。区6分钱蕴包含着多少关怀与尊重啊！该花的钱1分都不能省，不该赚的钱1分都不能赚。他们这样一丝不苟，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马虎，形容办事认真地纠正改正缺点，错误意外造成的小错误，不仅体现出对顾客利益的关切，更体现了一种尊重。新词语学习。1，残障、残疾。2，宾馆，招待来宾住宿的地方。3，连锁，一环扣一环，像锁链一样连续不断的。4，薯片，油炸薯片。5，通缉，公安机关通令有关地区协同缉拿在逃的犯罪嫌疑人，或在押犯人。6，大海捞针、海底捞针。7，娇小、娇嫩小巧。8，瞬间、转眼之间。9，莫名其妙，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奥妙道理，
表示事情很奇怪，使人难以理解时。贪，摆开，铺平11。违法，违反法律或法令12。硬币，跟个相近，多用于形体小的东西，金属的货币13。监控，监测和控制机器、仪表的工作状态或某些事物的变化等14。钦佩，敬重佩服15。油然而生，形容思想感情自然而然的产生16。蕴含包含17。一丝不苟，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马虎，形容办事认真18。纠正改正，缺点，错误问题1，从哪里可以看出收款员认真的态度？问题2，为什么我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？问题3，你对超市退还6分钱的做法有什么感想？总结的阅读小技巧，我们应该能找出关键句，确定文章主题。文章中抒情或议论的句子通常是关键句，这些句子有助于我们确定文章的主题。在确定文章的主题时，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的步骤： 1. 阅读文章，了解主要内容。 2. 找出关键句及抒情或议论的句子。 3. 结合文章内容和关键句，确定文章主题。小任务：阅读短文，找出文中的关键句。 1. 我的左额上有一道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疤，这是我们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痕迹。 2. 我4、5岁时，有一天，为了做些点心送给亲戚吃，母亲和姐姐们都在厨房里忙着。因为我一直缠着他们又吵又闹，母亲便给了我一个小面团，让我自己去玩。我拿了面团跑到店铺里，和店里的学徒我哥一起玩。他找出几个小模母子来，教我印面老虎。3. 后来我们争执起来，五哥哥拿了他的面老虎逃，我就拿了我的面老虎追。追到大门边，我跌倒在地，脑门也撞破了，昏迷不醒。等到恢复知觉时，我已被母亲抱在怀里，医生正用纱布在我的头上一层层的包着。4. 自从我跌伤后，五哥哥每天都趁店里空闲的时候到楼上来看我，并且每次都带一些我爱玩的东西来，直到我额上结成这个疤。5. 五哥哥比我年长，智力比我高，胆量也比我大。他常常会利用他的智慧来发明种种有趣的玩意儿。他会教我利用蜡烛油做塑像，用番薯刻成印版，诸如此类的东西真是数不胜数。6. 虽然事隔多年，但每当谈起我额上疤痕的由来时，必定会想起童年时代和五哥哥。那是多么美好的梦一般的童年啊！虽然时光一去不复返，可是凭着这道疤痕，我至少还可以在回忆中追寻童年那美丽的梦。本文删改自丰子恺的《梦痕》。